歡迎來到新聞和活動頻道，請訂閱和分享已更新有關當今最著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王一博把香檳全噴隊友身上，自己卻被澆成落湯雞，這一幕笑翻全網。2026年7月26日 ，China GT 珠海站暴雨中，王一博和隊友毛俊豪駕駛85號賽車，從第18位發車，全程零失誤拼下組別季軍。賽後因前車違規罰時，直接遞補升到亞軍。領獎台上，這位平時在賽道上冷靜沉穩的車手，拿起香檳瓶時卻露出了一個憋着壞的狡黠笑容。他瞄準隊友，把整瓶香檳精準噴了過去，結果自己轉頭就被其他車手的香檳澆了個透心涼，被粉絲調侃為技術升級但方向歪了。比賽當天，珠海遭遇了罕見的颱風暴雨，賽道積水嚴重，能見度極低，大部分車手都選擇了保守駕駛。王一博和車隊卻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，使用乾胎起步，在濕滑路面上極限抓的。他從第18位發車，在暴雨中完成了多次乾淨利落的超車，尤其是在大直道末端，他利用尾流貼緊前車，在1號彎果斷晚剎車，從內線完成了教科書式的超越，全程零碰撞、零失誤。賽後採訪中，他並沒有誇耀自己的成績，而是真誠地說：“雨勢加大後，我的首要目標是把賽車安全帶回維修區，希望所有車手都能安全完賽。”隨着雨勢持續加大，王一博及時調整了策略，從激進進攻轉為保守駕駛，專注於保護車輛，最終順利將賽車交棒給隊友毛俊豪，兩人共同守住了位置。衝線時拿下 GT3M 加組別第3名，全場總排名第14位。賽後，賽會經仲裁認定，原本獲得第2名的328號車組因在安全車時段違規，被處以5秒罰時，85號車組順位遞補，正式成為 GT3M 加組別亞軍，全場總排名也升至第12位。這一成績讓王一博集齊了4輪賽車生涯的冠軍、亞軍、季軍，成為內娛首位在跑車賽事中實現冠亞季大滿貫的一人車手。領獎台上的氣氛瞬間從賽場的緊張切換到了慶祝的歡樂。王一博拿到香檳後，沒有像以往那樣手忙腳亂，而是先晃了晃瓶子，嘴角微微上揚，眼神裡藏不住的小心思被粉絲當場逮捕為憋着壞的表情。他開瓶的速度明顯比過去快了不少，不再是最後一個打開香檳的人，但他卻笑着把瓶口對準了身邊的隊友毛俊豪，整瓶香檳幾乎全噴在了隊友身上，其他隊友和頒獎嘉賓幾乎毫髮無損。噴完隊友後，他自己還沒來得及得意，就被其他車手的香檳反噴得透濕，上演了一出傷敵1000自損800的滑稽場面。這一名場面迅速在網絡上發酵，話題王一博開香檳憋着壞衝上微博熱搜，閱讀量持續攀升。網友們紛紛調侃：好消息是開得快了，壞消息是全噴隊友了，更壞的消息是自己又濕透了。還有人戲稱他是從香檳困難戶升級為香檳刺客。過去他可是因為開瓶太慢，總被其他車手噴得為委屈區的典型。回顧王一博的香檳進化史，從2024年首次登台時的手忙腳亂，半天打不開瓶塞，到2025年學會先手開瓶，懂得提前躲閃，再到這次珠海站主動出擊，精準復仇，每一步都透着成長的痕跡。2024年珠海首站，他第一次站上領獎台，開香檳時因為動作太慢，被隊友和其他車手的香檳噴了個透，成了粉絲口中的香檳困難戶。到了2025年，他學聰明了，先開香檳再去領獎。
還在隊友開瓶時學會了往後躲，避免被直接噴中。2025年9月，他開瓶動作一度顯得有些生疏，被粉絲調侃是不是沒有練習。但這次珠海站，他不僅速度飛升，還主動發起了攻擊粉絲，總結其開香檳歷程。從手忙腳亂到從容搖晃，從被動挨噴到主動出擊，這種反差萌成了賽事的熱點。賽場之外，同樣上演了一段動人的雙向奔赴。比賽當天，珠海暴雨如注，看台上的粉絲全身濕透，卻無人離場，直至賽會宣布比賽取消才有序撤離。齊聲高呼着王一博生日快樂。職業賽車手張真東發微博感嘆：這麼大的雨都沒把85號粉絲趕走，佩服。王一博賽後沒有戴口罩和帽子，特意走出塯房查看粉絲情況，降下捲簾門示意大家注意安全。這一細節被讚為電影也拍不出的浪漫。他在採訪中反覆強調安全完賽最重要，體現了他對賽事和人員的高度責任感。王一博在賽道上的硬核表現也為他贏得了輿論的認可。賽前曾有車評人因安保證件收緊而暗諷賽事管理，雖未點名，但普遍認為指向王一博。他全程未參與線上爭論，將所有精力投入賽道訓練。他用2天內4次刷新個人最快圈速，正賽零失誤的表現回擊了所有質疑。車評人韓露評價道：王一博開車乾淨利落，有股拼勁兒，對中國賽車文化的出圈推廣作用巨大。賽事組委會官方也聲明肯定了他參賽帶來的行業價值，並強調證件審批標準對全體車隊統一。從2024年珠海首戰到2026年再度登台，王一博用持續的進步和實打實的賽道成績，回應了所有外界爭議。他持有的 FIA 國際 D 級賽車執照，競技水平長期保持業餘頂尖行列。這次圈速距離職業頂級車手僅差1秒多，在非職業車手中屬於頂尖水平。暴雨中的穩定發揮，展現了他扎實的駕駛技術與強大的心理素質，進退有度，敢衝刺也懂取捨。領獎台上那瓶憋着壞的香檳，成了這場暴雨之戰最鮮活、最具感染力的注腳。在硬核競速與輕鬆少年氣之間，他找到了獨屬於自己的平衡點，從被人潑到潑別人，從被鏡頭捕捉的委委屈屈到憋着壞的狡黠一笑。這瓶香檳裡裝着的全是勝利的味道和成長的快樂。